呢就来到 Autobahn，3、2、1 Go。那 Autobahn 就是德国的高速公路，是全世界极少数 No Speed Limit， 在特定路段没有限速的高速公路。当你去到 Extra Boost 的时候，它可以增加多额外的30个 kW， 它就会有313个 horsepower。Extra Boost。哇 ，OK， 那如果你去到这个 Expressive Mode，OK，3、2、1 Go。Oh my god！ 哇，这应该是我试车生涯里面最寒冷，在最寒冷的地方讲车的一次啊！因为现在只有7度，刮风又下着毛毛雨。哦，雨过天晴。所以这个 BMW iX1 啊，它真的是一辆完全不同的车。虽然它还是 X1 前面加一个 i 叫 iX1， 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 iX1 呢，它跟汽油版、柴油版 48V Mild Hybrid 版的 X1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动物。那普通的 X1， 不管它是100匹、200匹、200多匹都好，都不够这个有494 Nm Instant Torque 的 iX1 来的强劲。OK， 它的 Iconic Sounds， 它的 Recuperation， 然后它的 B Mode 等等，驾驶起来的时候，而且60多 kWh 的电池，总行驶距离可以去到400多 km， 所以不会比 iX 和 iX3 输太多。而且 in terms of 它的 driving 驾驶起来，整个感觉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电动车啊！我要用成熟啊，很多豪华品牌都做电动车，可是 BMW 已经到了 eDrive 第5代。所以从 i3、i3S 一直延伸到现在，你可以看到它不只是一辆没有引擎的 X1 这么简单。所以我相信在马来西亚2023年12月31号 Tax Free 结束之前，我们应该可能会看到这辆车子。所以一直更多财经记得 follow subscribe 我的频道，并订阅。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2、1 cut。This is the all-new BMW iX1， 继 BMW iX 和 iX3 之后，第3款 BMW 纯电动 SUV。以马来西亚市场来看的话 ，BMW iX 从379,800块起 ，iX3 从322,800块起。按照这个销售策略 ，BMW iX1 的价格预计会在280千左右，也就是 EQA 和 XC40 Recharge 的价位。那值得一提的是BMW iX3 只有 Rear-Wheel Drive 后轮驱动版本，而这个 iX1 就标配了 xDrive 4轮驱动系统。车厢内饰采用的是最新的 iDrive 8.0 作业系统，还有源自 iX 的悬浮式中央扶手。iX1 的 EV range 从414公里到440公里，只是比 iX3 少了40公里左右。它的0到100只需要 5.6 秒，比 iX3 还快了 1.2 秒。所以虽然 iX1 是基于 X1 的车身打造，但是这个 iX1 绝对是一个狠角色。第3代 BMW X1 的车身轴距增长了22个 mm， 来到2692。那一般上日系的，比如说 C segment SUV 都在2700 mm 左右，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标准的 C segment SUV 尺寸。再来车身也加长了53个 mm， 高度也增加，宽度也增加，最重要是它的轮距啊，就是轮到轮之间的距离增加了31个 mm， 就让到这个 X1 会相比较这个上一代的 X1 来讲，它会更加的稳，更加的定，然后它的这个降噪表现、隔音表现等等都有所提升。说实话，我觉得车尾才是第3代 X1 最吸引人的地方，尤其在加了 M Sport 套装过后，你看它的 rear bumper 这边整片都是这个黑色高光泽黑，然后下面这边有这种鲨鱼鳍片这样子的2片东西，就整个很有钢炮，就是比较高的钢炮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这个车尾灯就是有黑色的边框，然后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好看。你可以想象嘛，我第一次试到 BMW 的按摩椅啊 ，BMW 集团的按摩椅是在 Rolls-Royce Phantom 里面试到。现在你不用买到7 Series， 你不用买到 i7， 不用买到 X7， 只要买 X1， 你就可以有机会体验到Massage 的功能。它采用了 BMW 最新的 iDrive 8.0， 就让它跟那一些现在的 X3、X5 区隔开来。所以我觉得
呀，它就是一个迷你版的 iX 啦，用最通俗的方法来讲是这样子。所以很期待它来到马来西亚，也很期待看到右驾版本的 OK， 因为我在这边驾，我还是用右手来玩这些东西嘛。在马来西亚，我就是用我的左手来玩这些东西啊，因为它是你没有抽屉了的，它就用了一个 floating 的悬浮式的中控台，下面还可以放东西，就增加了它的储物空间啦。Right， 这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好像坐在太空舱里面的感觉 ，very good。第3代 X1 在后座提供了 Sliding Seat 的附加选项，但是这个电动版的 iX1 就没有这个东西，而就跟所有电动 SUV 一样，它左右两边的地板也会比较高，它后车厢地板底下还有一点点的储物空间，你可以拿来放你的 Charging Cable。BMW 为 iX1 提供了2种套装，分别是 X Line 和 M Sport。那 X Line 走的是越野风 ，M Sport 走的就是运动风。我这一次在 Regensburg 试驾的 iX1 就少了蓝色的元素，那看起来就跟汽油版的没有分别。那德国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蓝色的边其实是一个附加选项来的，那最后还是要根据不同的市场来怎么样去选配这台车子。那这个是我不知道试驾的第几辆 BMW 电动车了啦，因为你看过我的影片，你知道我驾过 iX 驾过 iX3， 驾过 i4， 驾过 Mini SE。我没有驾过以前那个 i3 啦 ，so 呀，这个 iX1 呢，其实我这样驾下来啊，我觉得它很特别啊，因为它不是像 iX 很重嘛，那 i4 一样是很重，可是这辆车子它没有给我很重的感觉，它的油门很 smooth 很轻啊，它让我感觉有一点介于 Mini Electric 跟i4 X-Drive 40之间这种感觉，你不会觉得太重。这辆车子它的 steering， 它的动力，因为你要想啊，它虽然它的电池是60多 kW 嘛，我们说 X3 iX 是78 kWh， 所以它电池这么小，不是这么小啦，因为它电池比它们小，可是它的总行驶里程也是一样能够做到400公里以上。当然 ，top speed 只可以去到180 km/h， 这个是电动车先天性的一个限制啦。因为它如果可以走越快，它的行驶里程就越短，一个 plus minus 的问题。所以 BMW 还是决定，然后we just stay 在180 km/h， 因为电动车的诉求，它的重点并不是要给你跑很高速，而是 urban driving 市区行驶。所以我们现在因为这台是一个 prototype， 所以我们要跟着前面那辆 iX 我们不可以说自己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因为这辆车子严格来讲还没有正式发布的，这是一个原型车，不是 round shape 车啊，原型车是原装形态的原型车。OK， so 我们就等他走了，走了也会跟我讲了。还有这个 Lead Car Departure Notification System， 猜，哇，电动车就是把人家塞到吧，因为它是一款新的 X1 嘛，所以你在驾驶起来的时候，你不只是驾一个电动车，你在驾这一个，然后第5代的 BMW eDrive， 第8代的 iDrive 系统，所以整个东西都是非常的跟得上时代啦，就是非常高级的一款电动车。那它的同级竞争对手，其实我都开过了啦，比如说 XC40、T8 或者是 Mercedes 的 EQA。虽然 iX1 某种程度你可以说它是油改电的车啦，就是把汽油的这个 X1 拿来改成是 iX1， 但是呢，因为 EQA 是先有 GLA 才有 EQA，XC40 是先有 XC40 T3、T4、T5 才有 XC40 Recharge TX 的，这是你知道为什么？可是 X1 这个 U11 的 BMW X1 BEV 呢，它是一起来的，沙杜咖喱来的，所以我觉得它的整体性是非常的协调的。OK， 当然有一点东西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这个 iX1 还是一样没有 front， 就是在bonnet 那边打开来可以放鞋子、放charger什么，它就没有，它的对手几乎都有啦，所以这个是美中稍微有那么不足的地方。所以我现在驾着的时候已经是 12.5 度了，早上我在驾那两的时候都是7、8度，很冷，所以现在就比较暖和一点了。现在我们就来试看它的 Iconic Sounds Electric， 就是这个电动声音，因为电动车是没有声音的嘛，只有轮胎跟风声还有路面的噪音而已。可是因为有了这个 Iconic Sounds 呢，他们就请了 Hans Zimmer 鼎鼎大名的这个音乐家来为 BMW 的电动车谱出一首这个电动曲，所以你看啊，现在没有开啊，开 ，OK， 踩油，你看踩
嗡嗡嗡嗡嗡这样子，而且是你踩油收油的时候，我这边讲踩油收油，不是真的踩油收油啊 ，OK， 就像马路也不是给马走了，现在 ，OK， so 踩，所以这边呢有一个 button 叫 Sport Boost 啊，就是当你启动它的时候，它可以在10秒里面给你很强的这个多30个 kW 踩。非常的有力，哇 ，My God，Sport Boost， 你看它这边会有一个倒数的秒猜，好像玩 game 这样，懂吗？因为你一按 Sport Boost 啊，它这边有一个10、9、8、7这样子猜，哦，494 Nm的 Instant Torque 啊，不是开玩笑的，这风景也很漂亮。My God， 这个好玩，这个boost 的功能啊，我给它踩一点 brake，OK， 现在 boost 踩 go， 关掉那个 iconic sound 啊，它就直接没有声音掉了。So， 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辆车子啦，因为我之前开过所谓的小型的电动车，比如说 Mini SE 啊 ，Mini Electric 是没有这个所谓的 iconic sound 啊，我那时候驾的时候，所以还蛮新鲜一下的，对于一辆非3系列以上的电动车来讲。OK， 我现在就跟着我们前面的大哥。OK， 你看这个导航系统真的是一流啊！你有它，你再迷路你就给人家笑了。OK， 没有车。哇，这 Instant Torque 啊，真的是。哦，那个声音，有些东西啊，真的是屡试不爽的嘛。你看我再试多一次啊，10、9、8踩。所以说电动车啊，怎么讲？大车小车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了。我们说，如果是讲汽油的话，你看目前 BMW 是不会推出6气缸 6 cylinder， 更不要讲说什么8气缸的 X1， 是不可能的。OK， 所以在汽油柴油的世界，这种小车跟大车是壁垒分明。什么 corner？ 这个 iX1 啊，它的型号是叫 xDrive 30嘛。那你看到 xDrive 就代表它是4轮驱动的，但是跟汽油版的车不同的是呢，它的这个4轮驱动是没有涉及到 differential 的，所以前轴跟后轴之间是没有差速器锁定的，这样前面就由前面的马达，后面就由后面的马达，所以这样子做有一个好处就是重量分配是相对来的 balance， 而且你的后轮、前轮的扭力输出是非常的精准，要用多少给多少，几时要减少扭力输出还是减少扭力输出。如果你住 London， 你家里可以装一个 Wallbox， 我真的推荐你不要考虑汽油的了 ，OK？ 如果它是不是你的 only car 啦，你是你的 second car、third car、fourth car 来讲 ，iX1 真的是一辆你不可以小看它的一个 BMW 小型电动车。这一台 iX1 它是有一个叫 Relax Mode 的，所以当你启动 Relax Mode 的时候呢，它的 Massage Seat 自动启动，就是你的这个按摩椅的功能啊。你看，哇，我现在后面好像有石头跟我按摩这样，好像做泰式按摩这样子。你一边驾车一边跟你按摩，但是不要按到太舒服啦，不然等一下我睡觉就假了。哇，哇哦！当你 Relax Mode 的时候啊，它的那个 Iconic Sound 有一点不同的哦。哇，很特别的一个体验来的。哇，好像看 Lord of the Ring 哦，像在 New Zealand 那种雪景这样子。你看那个声音，很 peaceful， 很和谐。我讲安详啊，好像很打个来西这样。哇 ，so relax man。哇，这条路好玩呢，因为你看得到对面有没有车来的嘛，所以你可以讲烧就烧，
刚才那些就不能。猜。哦 ，I like it, I like it, man。今天的试驾这个环节是最舒服的了。驾 iX1， 我跟你讲，不同 level， 完全不同 level。这个电动的 iX1 啊，跟刚才我驾的 xDrive 18D、xDrive 23i 完全是不同的东西。所以趁着这个，如果它不是很贵的话，可以买这辆车，因为你 get 到一个 full experience。你不是买到一个没有引擎的 BMW 罢了，你是买到一个全新的体验，一个未来 BMW 电动车都会长这个样子的体验。Go！ 哇，我没有想到在这种路啊，用 relax mode 可以这么 relax 的。I like it, man。我们去 expressive。哇，听到吗？那个声音。哇 ，My God， 太厉害了这个 mod。OK， 我现在再去 efficient mode 了，就 relax 吧。OK，sport mode。你看啊 ，sport mode 它的声音就很尖，懂吗？就是打起12分精神。哦，刚才那个 什么啊？impressive 啊 ，expressive， 看到吗？它是好像交响曲这样子的，有多种乐器。Go。啊 ，My God， 人生有幾何？你看幾爽！呜呼！I mean， 我们现在不是跑车了，不过我觉得我跟前面的 iX 的距离很短嘛了，就是 iX1 跟 iX 啊 ，suppose 那个距离应该中间要隔一个 iX3 的嘛，可是没有，我觉得它已经可以挑战前面那辆 iX 了。In terms of 它的整个驾驶体验呢，因为大车好，可是大车在这种路呢，其实太难操控了。Body roll 这个车子的，然后它的那个，你看它的那个 roll 刚刚好，非常的棒啊 ！Go！ 哇，真的是很喜欢电动车这种视地心引力为无物的加速感、贴背感、视觉冲击、听觉盛宴。哇！啊，只是 ，I mean， 它还是有一点点缺点呢，就是说它毕竟还是一个 SUV， 车身离地间隙高，所以你在摆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如果车身再低一点，再 sport 再硬一点就很好了。But 因为 iX1 它还是要兼顾到 long distance 的 comfort， 就是你要长途行驶还是要很舒服，所以这样子还好。因为我相信。你知道 X1 的孪生兄弟就是 Mini Countryman 嘛，所以当纯电动的 Mini Countryman 来的时候，那个很低、很跳、很 sporty 的任务就交给电动版的 Mini Countryman 来完成。X1 就保持 BMW 的这种高姿态、优雅的姿态就可以了。OK， 我们现在就来到 Autobahn， 3、2、1 ，Go！非常的稳，因为20寸的胎啊。So 你在 highway 的时候啊，你也是一样可以启动这个 energy recovery。So 你在 high 的时候，你收油它会好像跟你有一点 break 这样子啦。把我们就去到 adaptive。So 当你用 adaptive 的时候，它就会根据它里面的 GPS， 它的这个 internet 去根据不同的路况，知道你什么时候要 rolling 要 coasting 啦。So 你看 break。然后你一样这边有 B mode， 当你去 B mode 的时候，它就有一点类似 One Pedal mode 这样子啦。只是 BMW 的这个 iX1 呢，它就没有用 Deceleration Pedal， 所以你看到它的这个所谓的 Pedal Shifter 啊，其实不是 Pedal Shift 来的，它只是一个 Boost， 左边有，右边没有。我现在在 Relax mode 啊，那如果你去到这个 Expressive mode，OK， 3、2、1 Go。Oh my god！ 哇！那特别是在你 acceleration 的时候，如果你要更大声，你就去这个boost extra boost。哇 ，OK switch off 就没有了。OK， so 我觉得它还是好过没有的啦，因为有时候你
它会给你一种好像 downshift 的感觉，特别是在你 hard brake 的时候，你看啊，你突然间 slow down 的时候，它会嗡嗡嗡嗡嗡这样子，它会给你那种 feel 啦。Go。然后现在我们就去到 navigation。其实我从早上驾到现在，从 X-Drive 18D 到 X-Drive 23i 到这个 iX1、X-Drive 30，我已经习惯了这个系统，所以 to be honest， 没有这个 Rotary Dials 对我来讲是 OK 的，因为我会用到它，就是我要输入一些 command 或者我要按 navigation 或 media， 所以像我前面讲的，你这边按还快过这边，所以 it's not a big deal 啦。给 go。行了，有点大声。OK，so 今天的这个试驾是从柴油到汽油，再到这个，然后我们还没有碰到的是 X-Drive 20i， 还有 PHEV 的 X-Drive 25E、X31等等，那个我相信未来还有机会。但今天的总结就是，如果你有 budget， 如果你家有充电器，一定要买这个 iX1， 因为它跟普通的 X1 完全是不同的东西啊，所以真的是有机会，等到来到马来西亚，你们可以去各大的 BMW showroom 去试驾一下这辆车。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